妖魂不灭，重铸金身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那一根擎天之柱断了。500年的五行山压不住一缕桀骜不驯的妖魂。世人皆道齐天大圣已死，可那地府生死簿上猴王的名字正在燃烧。阴风怒号，18层地狱最深处，那口万年玄冰棺裂开了一道缝隙，一只毛茸茸的手从冰棺中探出，指甲如刀，划破了幽冥的寂静。大泼猴，他没死，他回来了。可这天地早已不是他熟悉的天地。天庭换了新主，佛门改了经文，人间那点香火供奉的全是伪善的神佛。他的金箍棒被熔成了9根镇魔柱，镇压在九幽之下。他的战袍被撕成碎片，挂在了南天门的旗杆上，供诸神嘲笑。他睁开眼，眼中没有暴力，只有一片死寂的深渊。他爬出冰棺，脚下是累累白骨，那些都是为他陪葬的妖众。他捏碎了拳头，指节咯咯作响。他没有急着去夺回金箍棒，而是走向了地府的另一处禁地。那轮回井旁有一盏灯，名为引魂灯。守灯的老鬼差吓得魂飞魄散，跪地磕头：“大圣饶命，大圣饶命啊！”大泼猴一把提起老鬼差，声音嘶哑如破锣：“告诉我，俺老孙的猴子猴孙还剩多少？”老鬼差战战兢兢：“花果山，花果山早已被天河水淹了，那些小妖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剩下的全被关在了斗牛宫里的万妖牢。”大泼猴沉默了片刻，那沉默比任何咆哮都可怕。他放下老鬼差，转身走向那盏引魂灯，一口妖气吹出，灯芯瞬间燃起3丈高的绿火。既然这天地容不下妖，那俺老孙就再造一个天地。他没有直接杀上天庭，而是先去了万妖牢。那万妖牢外有10万天兵把守，领头的是那曾经的手下败将巨灵神。巨灵神看到大泼猴的身影，吓得手里的宣花板斧差点掉在地上。你不是死了吗？大泼猴没有废话，一步踏出，身形暴涨，化为一尊顶天立地的魔猿，一拳轰出，那号称坚不可摧的万妖牢大门如同纸糊一般轰然倒塌。10万天兵他看都不看，径直走向牢笼深处，那里关着最后一批花果山的老妖。一只老猴妖拖着断掉的锁链，颤巍巍地走出来，看到大泼猴，浑浊的老泪夺眶而出：“大王，真的是大王回来了吗？”大泼猴蹲下身，将老猴妖扶起，声音低沉：“老伙计，俺回来了。那些欺负你们的，俺一个都不会放过。”他起身，环视着四周那些惊恐、麻木、绝望的妖怪，猛地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：“都给俺听好了！从今往后，这天地间再也没有人能关押我们。妖不该是囚徒，妖该是这天地的王。”那一刻，万妖牢里死寂的妖群瞬间沸腾了。那一声声压抑了500年的嘶吼，汇聚成一股洪流，冲破了9重天的宁静。大泼猴站在废墟之上，他什么都没做，只是站在那里，那些妖怪就仿佛找到了主心骨。他看向南天门的方向，眼中燃起2团金色的火焰。天庭，俺老孙来讨债了。棒指凌霄，一战立威。大泼猴带着万妖牢里的残兵败将，没有立刻攻打南天门，而是先去了九幽之下，挖出了那根被熔断的金箍棒。金箍棒断成了3截，灵性大减，但猴王不在乎。他咬破舌尖，一口精血喷在断棒之上，那断棒嗡鸣一声，竟然重新连接在了一起。虽然布满裂痕，但那股毁天灭地的杀意丝毫不减当年。他扛着布满裂痕的金箍棒，一步步走向南天门。他身后是黑压压的妖群，那些妖怪眼中不再是恐惧，而是疯狂的战意。南天门前，4大天王齐聚，托塔天王李靖亲自坐镇，10万天兵列阵以待。李靖看到大泼猴，脸色凝重：“泼猴，你既然已经逃出升天，就该隐姓埋名，苟且偷生，为何还要来送死？”大泼猴咧嘴一笑，露出尖锐的獠牙：“李天王，俺老孙是来给你送礼的。”李靖一愣：“送礼？
大泼猴猛地挥出金箍棒，一道毁天灭地的棍影，带着凄厉的破空声，直接将南天门的牌匾砸得粉碎，送你们一块新牌匾。战斗瞬间爆发，四大天王各显神通：魔里青的青云剑，魔里红的混元伞，魔里海的琵琶，魔里兽的花狐雕，齐齐攻向大泼猴。大泼猴不闪不避，任由那些法宝打在身上，发出金铁交鸣之声。他的肉身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年，又被玄冰关冻了500年，早已是金刚不坏之躯。他一棒扫出，魔里青的青云剑断裂，魔里红的混元伞破洞，魔里海的琵琶弦断，魔里兽的花狐雕被他一把捏住了脖子，直接扔向了天兵阵中，砸倒了一片。李靖大怒，祭出7宝玲珑塔，那塔迎风便长，化作一座大山，朝着大泼猴镇压下来。大泼猴冷笑一声，单手托天，硬生生接住了那座宝塔。宝塔在他掌心疯狂旋转，却无法落下分毫。李天王，你这破塔还是留着自己用吧。他猛地一掷，宝塔倒飞回去，将李靖砸得口吐鲜血，狼狈不堪。10万天兵竟被他一人一棒杀得溃不成军。大泼猴没有赶尽杀绝，他站在南天门的废墟之上，仰天长啸。天庭的杂碎们听好了，俺老孙回来了。3日之后，我要在这凌霄宝殿上开一场万妖盛宴，你们谁不服，尽管来。这一战震惊3界，那些原本还在观望的散仙妖魔纷纷震动。齐天大圣，不，大泼猴他真的回来了，而且比500年前更加凶悍，更加疯狂。这一集爽点，单挑4大天王，硬抗托塔天王，一棒碎南天门，霸气宣言，绝对的武力碾压。佛门拦路，一掌碎山。消息传遍3界，天庭震动，灵山也坐不住了。如来佛祖端坐莲台，闭目不语，坐下观音菩萨却已领了法旨，带着晦暗行者在半路截住了大泼猴。云雾缭绕，观音菩萨现出真身，宝相庄严。孙悟空，你已死过一次，为何还要执迷不悟，再造杀孽？大泼猴看着观音，眼中没有半点敬畏。菩萨，俺老孙没死，是你们盼着俺死。500年前，俺被你们骗着戴上了紧箍咒，500年后，俺把这咒语还给你们。晦暗行者怒斥：放肆！竟敢对菩萨无礼！大泼猴懒得废话，金箍棒直指观音：老尼姑，今日你若要拦我，就别怪俺老孙棒下无情。观音叹了口气，玉手轻挥，手中的杨柳枝化作漫天绿光，每一道绿光都是一座须弥山，层层叠叠，朝着大泼猴镇压而来。这是佛门神通，须弥山压顶，就算是真仙也要被压成肉饼。大泼猴看着那漫天山影，不退反进，他猛地吸了一口气，肚子鼓胀如球，然后对着那漫天须弥山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咆哮：给俺破！那咆哮带着无上妖力，化作实质的音波，将那漫天须弥山震得寸寸碎裂，化作漫天的碎石雨，落向了凡间。观音菩萨脸色微变，他没想到这泼猴的妖力竟然比500年前还要精纯霸道。大泼猴欺身而上，一棒砸向观音的头顶。观音举玉净瓶抵挡，那玉净瓶被一棒砸得嗡鸣作响，瓶身上出现了一道清晰的裂纹。观音菩萨眼中闪过一丝惊怒，他没想到这泼猴真的敢对他下死手。菩萨，你该庆幸，俺老孙今日不想杀生。回去告诉那老和尚，别再来惹我，否则俺老孙掀了灵山，拆了雷音寺。说完，他不再理会观音，带着身后的妖群，大摇大摆地继续朝天庭的方向走去。观音菩萨站在原地，看着那远去的背影，手中的玉净瓶裂纹清晰可见。他终于明白，那个被压在五行山下的猴子真的变了。他不再是那个会被紧箍咒束缚的猴子，他是一头挣脱了所有枷锁的绝世凶兽。这一集爽点，硬刚观音菩萨，一吼碎须弥山，打裂玉净瓶，威慑灵山，佛门也挡不住他。天庭内乱，玉帝低头。3日之期已到，大泼猴带着万妖踏上了凌霄宝殿。然而
出乎他意料的是，凌霄宝殿上并没有想象中的重兵把守，反而空荡荡的，只有玉帝一人坐在那高高的龙椅上，面色平静地看着他。玉帝开口：“孙悟空，你来了。”大泼猴冷笑：“老玉帝，你倒是胆子大，不怕俺老孙一棒子打死你？”玉帝叹了口气：“朕知道，朕拦不住你。500年前，朕用计骗你，是朕的不对。今日朕不躲不逃，就在这里给你一个交代。”大泼猴眯起眼睛，他没有想到玉帝会来这一出。他原以为会有一场惊天大战，结果却是玉帝的服软。玉帝站起身，走下龙椅，对着大泼猴深深鞠了一躬：“孙悟空，朕代表天庭向你道歉。当年之事是朕之过，朕愿以天庭一半的疆域，外加3000年气运赔给你，只求你放过天庭众仙。”这一下，不仅是大泼猴愣住了，连他身后的万妖也愣住了。天庭竟然认怂了！大泼猴看着玉帝那诚恳的表情，突然笑了，那笑声中带着无尽的嘲讽：“老玉帝，你这是在唱苦肉计吗？俺老孙不吃这一套。你说你道歉，那俺那些死去的猴子猴孙，他们的命谁来赔？”玉帝脸色一变：“那你想怎样？”大泼猴竖起一根手指：“第一，撤销所有对妖族的不公法令，妖与人与仙平等；第二，开放蟠桃园，让万妖共享；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。”他顿了顿，眼神变得冰冷：“把当年参与围攻花果山的那些神仙交出来，俺老孙要亲自送他们上路。”玉帝的脸色变得无比难看，他没想到大泼猴的要求如此苛刻。那些神仙都是天庭的中流砥柱，交出去，天庭的根基就毁了。就在此时，殿外突然传来一声厉喝：“大胆妖猴，竟敢对玉帝如此无礼！”大泼猴转头看到二郎神杨戬带着梅山六圣杀气腾腾地冲了进来。杨戬手持3剑2刃刀，指着大泼猴：“泼猴，别以为天下无敌了，今日我杨戬就来会会你。”大泼猴看着杨戬，眼中闪过一丝玩味：“二郎神，俺老孙记得500年前你我还未分出胜负，今日正好做个了断。”他挥棒迎上，与杨戬站在了一处。两人都是3界顶尖的战力，这一战打得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。凌霄宝殿的柱子被他们打碎了好几根。玉帝在一边看得心惊肉跳，他没想到这泼猴的实力竟然连杨戬都压制不住。大战300回合后，大泼猴抓住杨戬的一个破绽，一棒砸在杨戬的肩头，将杨戬打得倒飞出去，撞碎了一面墙壁。杨戬单膝跪地，嘴角一血，眼中满是不甘。大泼猴没有继续追击，他环视着满殿狼藉，最后目光落在玉帝身上：“老玉帝，我的条件，你答应还是不答应？”玉帝看着那如魔神般的身影，终于颓然地点了点头：“朕答应你。”这一击爽点，玉帝服软，天庭认怂，二郎神战败，猴王强势逼宫，扬眉吐气。万妖盛宴，反攻号角，天庭妥协了，撤销了法令，开放了蟠桃园，交出了当年参与围攻花果山的几个神仙。大泼猴没有杀他们，而是废了他们的修为，让他们在花果山做苦役，永世不得翻身。他在花果山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万妖盛宴，蟠桃随便吃，仙酒随便喝，那些曾经被欺压的妖怪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扬眉吐气。大泼猴坐在主位上，看着那些狂欢的妖怪，眼中却没有多少喜悦。他清楚，这只是开始，天庭的低头只是暂时的。那漫天神佛不会真的容忍妖族崛起，他需要更强的力量，需要更多的盟友。深夜，盛宴散去，大泼猴独自站在花果山之巅，望着星空。他想起了一个人，那个在五行山下给他送过桃子的放牛娃。那孩子如今应该已经转世成人了吧？他闭上眼，神识扫过3界，寻找着那一丝熟悉的气息。突然，他猛地睁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冷意。他找到了那个放牛娃的转世，那孩子竟然变成了一个人类修士，而且拜在了灵山门下。
大泼猴沉默了很久，最终他做出了一个决定，他要去找那个孩子，不是为了叙旧，而是为了斩断那最后一丝因果。因为那孩子身上有一件东西是他必须要拿回来的，那根真正的如意金箍棒。原来当年金箍棒被熔断只是表象，真正的金箍棒被如来藏了起来，封印在了一个凡人的灵魂深处，而那个凡人就是放牛娃的转世。大泼猴冷笑一声：如来，你以为把棒子藏起来，俺老孙就找不到了吗？他身形一闪，消失在夜色中，朝着灵山的方向疾驰而去。这一集爽点，万妖狂欢，扬眉吐气，同时埋下伏笔，引出真正的金箍棒下落，剧情推进。灵山血战，夺回真棒。灵山雷音寺大雄宝殿，如来佛祖端坐莲台，看着那一步步走上山来的身影，眼中古井无波。孙悟空，你终究还是来了。大泼猴站在殿前，看着那满殿的佛陀、菩萨、罗汉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老和尚，俺老孙来拿回自己的东西。如来摇头，那金箍棒本就是佛门之物，你强行夺取，只会沾染因果。大泼猴怒极反笑，佛门之物？那棒子是俺老孙从东海龙宫抢来的，什么时候成了佛门之物？老和尚，你脸皮之厚，真是让俺老孙佩服。他不再废话，直接冲向了大雄宝殿。瞬间18罗汉齐出，布下了降魔大阵，将大泼猴困在其中。降魔大阵金光万丈，一道道佛印打在大泼猴身上，发出滋滋的声响，如同烙铁烫肉。大泼猴吃痛，发出一声怒吼，他猛地扯开胸膛的衣服，露出那布满伤痕的胸膛。他咬破食指，在胸口画了一个诡异的符文，那符文瞬间爆发出血红色的光芒，竟然将那降魔大阵的金光硬生生撕裂了一道口子。他冲出了降魔大阵，一棒砸向如来。如来伸出佛掌，那手掌遮天蔽日，朝着大泼猴拍下。大泼猴不闪不避，金箍棒狠狠地砸在佛掌之上，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，整个灵山都在震动。如来脸色微变，他感觉到那金箍棒上传来了一股不属于三界的力量，那是混沌之力，是开天辟地之初的力量。他没想到这泼猴竟然领悟了这种力量。你竟然悟了混沌大道！如来声音中带着一丝震惊。大泼猴咧嘴一笑，老和尚，你没想到吧？俺老孙这500年也不是白过的。那五行山，那玄冰关，虽然困住了俺的身，却也磨砺了俺的心。俺悟了，这天地间最强的力量，不是仙法，不是佛力，而是那颗永不屈服的心。他猛地发力，金箍棒上混沌之力爆发，如来那遮天佛掌竟然被硬生生逼退。大泼猴趁机冲入大雄宝殿深处，在那莲台之下找到了一个封印的佛龛。他一把捏碎佛龛，一根金光闪闪的棒子从中飞出，正是那真正的如意金箍棒。金箍棒入手，大泼猴感受到那股血脉相连的力量，他仰天长啸，笑声震得整个灵山嗡嗡作响。他手持金箍棒指向如来，老和尚，今日俺老孙心情好，不跟你计较。这棒子俺老孙拿走了，若你再敢来惹我，俺老孙就真的掀了你这灵山。说完，他一个筋斗云消失在天际，留下满殿的佛陀、菩萨面面相觑，脸色铁青。如来佛祖看着那远去的背影，眼中闪过一丝忌惮。这一集爽点，独闯灵山，硬抗如来，领悟混沌大道，夺回真正的金箍棒，霸气侧漏。整合妖界，八方来朝。大泼猴夺回金箍棒，回到了花果山。他没有停下脚步，而是开始整合三界所有的妖族势力。他派出手下的妖王向四方散播消息，花果山齐天大圣重开妖庭，凡妖族者皆可来投。消息一出，三界震动。那些散落在各地的妖族，那些被天庭、佛门欺压的妖怪，纷纷朝着花果山汇聚而来。短短数月，花果山便聚集了数以百万计的妖族大军，其中不乏一些隐世的老妖，实力深不可测。北距泸州的妖圣
北海龙宫的叛将，甚至地府的一些鬼王都来投奔。大泼猴来者不拒，他按照实力和功绩设立了8大妖帅、72路妖将，将妖族大军整编得井井有条。他亲自操练妖族大军，传授他们战阵之术。他不是要一群乌合之众，他要的是一支能真正对抗天庭和灵山的铁血之师。每天，花果山上空都回荡着喊杀声，那些妖怪在大泼猴的带领下，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军纪，什么叫荣耀。这一日，大泼猴正坐在水帘洞中，与几位妖帅议事。忽然有妖兵来报：大王，门外来了一个自称是北冥鲲鹏的修士，说是要见大王。大泼猴眉头一挑，北冥鲲鹏那可是上古大妖，传说中扶摇直上9万里的存在，没想到他也来了。他亲自出动迎接，看到一个身穿黑袍、面容枯瘦的老者正负手而立，看着花果山的风景。大泼猴抱拳：鲲鹏前辈，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鲲鹏转头看着大泼猴，眼中闪过一丝金光：你就是那大闹天宫的猴子？不错，有点意思。老夫在北海待了万年，本以为这天地间再无有趣之事，没想到你让老夫看到了希望。大泼猴笑道：前辈谬赞了，前辈来此可是愿意助俺一臂之力？鲲鹏点头：老夫可以帮你，但有一个条件。前辈请说。鲲鹏眼中闪过一丝寒光：老夫要那天庭血债血偿。当年天庭为了炼制一件法宝，屠了我北冥一脉无数族人，老夫苟活至今，就是为了等一个机会。大泼猴哈哈大笑：前辈放心，俺老孙的目标就是让天庭再无翻身之日。你我联手，这天地便是妖族的天下。有了鲲鹏的加入，妖族大军的实力更是如虎添翼。大泼猴看着那漫山遍野的妖族大军，心中豪情万丈。他知道复仇的时刻不远了。这一集爽点，整合妖界，8方来朝，收服上古大妖鲲鹏，势力急剧膨胀，大军成型。屠神之战，血染天河，天庭坐不住了。妖族大军的规模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天庭的统治。玉帝下令，由北极紫薇大帝挂帅，率领天庭最精锐的天河水军征讨花果山。天河之上，战船密布，旌旗蔽日。紫薇大帝坐镇中军，看着那远处的花果山，眼中杀机毕露。他下令全军出击，踏平花果山，一个不留。天河水军号称3界最强的水军，他们驾驭着巨大的战船，掀起滔天巨浪，朝着花果山席卷而来。大泼猴站在花果山之巅，看着那黑压压的天河水军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终于来了。他举起金箍棒，一声令下，众妖听令，随俺杀敌。妖族大军发出震天动地的怒吼，迎着天河水军冲杀而去。双方在花果山外的海面上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。天河水军的战船喷射出毁天灭地的水炮，将无数妖怪轰成碎片。妖族大军则悍不畏死地冲上战船，与天兵展开肉搏。鲜血染红了海水，残肢断臂漂浮在海面上，惨叫声、喊杀声、兵刃碰撞声汇聚成一首血腥的战争交响曲。大泼猴手持金箍棒，在战场上如入无人之境。他每一棒挥出，都有数十个天兵被砸成肉饼。他直奔紫薇大帝而去，那些天将想要阻拦，被他一一扫飞。紫薇大帝看到大泼猴冲来，祭出法宝星辰印，那星辰印化作一颗巨大的星辰，朝着大泼猴砸下。大泼猴怒吼一声，金箍棒带着混沌之力，狠狠地砸在星辰印上，将那星辰印砸得粉碎。紫薇大帝脸色大变，他没想到这泼猴的实力竟然如此恐怖。他想要后退，大泼猴却已经欺身而上，一棒砸在他的胸口，将他身上的地袍砸得碎裂，整个人口吐鲜血，倒飞出去。紫薇老儿，你拿命来！大泼猴追杀过去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金光闪过，一柄拂尘挡住了大泼猴的金箍棒。大泼猴定睛一看，竟然是太上老君。老君脸色凝重，
孙悟空，你杀孽太重了，随我回兜帅宫，静心悔过吧。大泼猴怒极反笑：老君，你也是来拦俺的？好，今日俺就一并收拾了你们。他不再废话，金箍棒横扫，与太上老君站在了一处。这一战打得天河断裂，星辰坠落。最终大泼猴一棒砸断了太上老君的拂尘，将老君逼退。紫薇大帝趁乱逃走，天河水军全线溃败。大泼猴站在染血的天河之上，看着那溃逃的天兵，发出一声震天的咆哮。天庭的杂碎，这只是开始。这一集爽点，100万大军血战，单杀紫薇大帝，硬拼太上老君，大获全胜，热血沸腾。围困凌霄，玉帝求饶，天河水军全军覆没，天庭震动。玉帝在凌霄宝殿上大发雷霆，却也束手无策。他没想到那泼猴的实力竟然已经成长到了如此地步，连紫薇大帝和太上老君都拦不住他。而此时大泼猴已经率领妖族大军兵临南天门。这一次他没有直接攻打，而是将南天门团团围住，断绝了天庭的一切补给和联络。他要困死天庭，逼玉帝出来投降。天庭内人心惶惶，那些神仙有的主张拼死一战，有的主张求和，有的甚至想要偷偷下界投奔妖族。玉帝坐在龙椅上，听着下面众仙的争吵，心烦意乱。他看向一旁的太白金星：李爱卿，你可有良策？太白金星苦着脸：陛下，那泼猴如今势大，硬拼是不行了。不如陛下亲自去见他，许以重力，让他退兵。玉帝脸色难看：朕乃3界之主，岂能向一个妖猴低头？太白金星劝道：陛下，大丈夫能屈能伸。那泼猴虽然势大，但他毕竟只有一人，只要我们稳住他，日后总有机会。若现在与他硬拼，天庭就真的完了。玉帝沉默良久，最终他颓然地点了点头：好，朕去见他。南天门外，大泼猴坐在一块巨石上，看着那紧闭的南天门，悠闲地啃着一个蟠桃。忽然南天门缓缓打开，玉帝带着一群仙官走了出来。玉帝看着大泼猴，脸上挤出一丝笑容：大圣，别来无恙。大泼猴吐掉桃核，看着玉帝：老玉帝，你终于肯出来了，怎么是来投降的？玉帝脸色一僵，但还是强忍着怒气：大圣说笑了，朕今日来是想与大圣议和，大圣有什么条件尽管提，朕一定满足。大泼猴看着玉帝那副怂样，心中冷笑。他竖起2根手指：2个条件。第一，天庭从此以后不得再干涉妖族之事，妖族自治，天庭不得插手。第二，天庭每年必须向花果山进贡1万颗蟠桃、1万坛仙酒、1万件法宝。玉帝倒吸一口凉气：这条件也太苛刻了。大泼猴冷笑：苛刻？老玉帝，你当年把俺老孙压在五行山下500年，俺没跟你算这笔账，已经算是仁慈了。你若答应，俺立刻退兵；若不答应，俺就杀进去，把凌霄宝殿拆了，把你这玉帝拉下马。玉帝看着大泼猴那冰冷的眼神，心中一阵发寒。他知道这泼猴是认真的。他咬了咬牙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：好，朕答应你。大泼猴笑了，那笑容中带着一丝嘲讽，也带着一丝满足。他站起身，拍了拍屁股：早这样不就好了？老玉帝，记住你的承诺，若你敢反悔，俺老孙随时会回来的。说完，他大手一挥，带着妖族大军扬长而去。玉帝站在南天门口，看着那远去的背影，拳头握得咯咯作响，眼中满是屈辱和怨毒。这一集爽点，兵临城下，玉帝亲自求和，被迫答应屈辱条件，扬眉吐气，极致爽感。妖帝登基，万古永存。大泼猴带着妖族大军凯旋而归。花果山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，宴会上万妖狂欢，载歌载舞，8大妖帅、72路妖将齐聚一堂，向大泼猴敬酒。鲲鹏老祖举杯，大声道：
大圣，如今天庭已服，灵山避让，我妖族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。老夫提议，尊大圣为万妖之帝，统领3界妖族，万世永存。万妖之帝，万妖之帝，妖帝陛下，妖帝陛下！万妖齐声呐喊，声浪震天。大泼猴看着那些热切的眼神，心中却没有多少喜悦。他走到水帘洞外，看着那漫天星辰，想起了500年前，他还是个无忧无虑的猴子，在花果山上与猴子猴孙们嬉戏玩耍。如今他成了万妖之帝，可那些猴子猴孙却再也回不来了。他握紧了金箍棒，眼中闪过一丝坚定。他不能停下，为了那些死去的族人，为了那些还在受苦的妖怪，他必须继续走下去。他转身看着那些期待的眼神，举起金箍棒，朗声道：好，俺老孙就做这个万妖之帝。从今往后，俺老孙在此立誓，只要俺老孙还活着，就绝不会让任何一个妖族再受欺凌。妖帝万岁！妖帝万岁！万妖的欢呼声响彻云霄。大泼猴看着那沸腾的场景，嘴角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。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，天庭的报复，灵山的算计迟早会来。但他不怕，他已经不是那个孤军奋战的猴子了，他的身后有了整个妖族。他抬头望向那9天之上，眼中燃起熊熊烈火。如来、玉帝，你们等着，这天地迟早是俺老孙的。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，而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大泼猴的传说才刚刚拉开序幕，那万妖屠戮上注定会留下他浓墨重彩的一笔。这一集爽点，万妖朝拜，登基为帝，站在巅峰的荣耀感，同时留下悬念，为第3部做铺垫。